各位叔叔阿姨、哥哥姐姐，今天咱们聊点掏心窝子的话，专门讲给中老年人听，句句都是实在话。听进去了，血管能少遭10年罪，身体能硬朗好多年。我干临床这么多年，见过太多人一辈子省吃俭用，不抽烟，不喝酒，晚饭吃得清清淡淡，作息也不算差，可一到体检，血压偏高，血脂超标，血糖不稳，3样问题凑齐，颈动脉有斑块，血管弹性变差，甚至动脉硬化，一查一个准。很多人到了这个时候，心里特别委屈，说自己没做过亏心事，也没乱吃什么，怎么血管就坏成这样了？我每次都问他们一句话，你几十年如一日的早餐，到底都吃了些什么？10个里面有9个，听完当场就愣住了，半天说不出话来，因为他们心里清楚，早餐这件事儿自己从来没当回事儿，随便糊弄，吃了几十年，殊不知血管最怕的从来不是山珍海味、大鱼大肉，而是你每天睁眼第一顿随便对付，习以为常吃了几十年的早餐。今天我就把血管最怕的5种早餐从后往前一条一条给你掰明白。第5名是大家都知道的油条，第1名家家户户几乎天天都在吃，你肯定也吃过，听我讲完你就知道为什么很多人血管越老越硬，毛病越来越多，根源全在早餐里。很多人早上一睁眼，第一件事不是伸个懒腰，活动活动筋骨，也不是倒杯温水润润嗓子，而是慌慌张张找东西填肚子。尤其是工作日，时间紧，人又困，忙得脚不沾地，早餐怎么省事儿怎么来，怎么顺口怎么吃，根本顾不上健康。就是因为这份图方便、图省事儿的心态，那些看着平平无奇、再普通不过的早餐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慢慢变成了压垮血管、损伤血管、堵死血管的最大元凶。最近这10几年，医院里40岁到60岁的中年人做体检的时候，3高同时找上门的人，一年比一年多。以前是60岁以上的老人常见，现在40出头就一堆。很多人总觉得3高是吃太多肉、吃太油腻、应酬多、喝酒多造成的，其实真不是。我见过很多人一辈子不爱吃肉，应酬几乎没有，烟酒不沾，照样3高，血管硬化，问题到底出在哪儿？说出来你可能不信，就出在每天雷打不动吃了几十年的早餐上。很多人一辈子都觉得早餐嘛，吃饱就行，能填饱肚子，不饿就好，甚至觉得越清淡越简单就越安全越养生。可现实恰恰相反，真正伤血管、毁身体、埋下慢病隐患的东西，从来都不是那些偶尔吃一次的大餐，而是你吃了10几年、几十年，习以为常，觉得最安全、最清淡的老习惯。这些习惯藏在日常里，看不见、摸不着，却天天在伤害你的血管。很多人一辈子晚饭吃得很少，烟酒不沾，作息规律，可年纪大了，动脉硬化，血管斑块，血压不稳，样样都来。医生仔细一问，早餐几十年没变过，从来没换过花样，就是那几样，天天吃，顿顿吃，长期单一，高油、高盐、高糖，精加工，碳水超标。营养失衡的早餐会让你的血管从清晨睁开眼那一刻开始，就一直处在高压、紧张、受损的状态里。这种伤害不会立刻发作，不会今天吃了明天就生病，但日积月累，年复一年，血管会悄悄老化，变硬、变脆、变堵。等你感觉到头晕、胸闷、手脚发麻，走路没劲的时候，血管损伤已经很严重了，根本不是1天2天造成的，全是几十年早餐吃错了，一点点累积出来的结果。咱们先从第5名开始讲。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油条，没错，油条确实是血管的大敌，问题不小。尤其是街边小摊、路边小店卖的油条，一锅油反复高温炸，一天炸到晚，从来不换，油脂早就氧化变质，发黑发黏。这种油炸出来的油条，看着金黄酥脆，吃着香得很，实则满是有害物质，
吃进肚子里，直接加重身体炎症反应，让血液变得粘稠，还会严重影响血脂代谢，导致甘油三酯升高，低密度脂蛋白超标。我见过不少人，一顿早餐2根油条，一碗热豆浆，吃得心满意足，舒舒服服，觉得早餐吃得好，营养足。可你知道吗？就这2根油条，油脂摄入量直接超过成年人一天推荐量的1大半，尤其是本身血压偏高、肚子大、体型偏胖、腰围粗的人，长期这么吃，血管弹性会一天比一天差，血管壁慢慢变厚、变硬，弹性越来越弱，年纪大了特别容易出现血管破裂、堵塞、脑梗、心梗这些要命的问题。但是油条只能排第5，不是因为它危害小，而是因为它不是所有人天天吃，很多人1周吃1次，半个月吃1次，偶尔解馋，危害有限。真正可怕的是那些天天吃、顿顿吃、几十年不换，看着家常无害，实则杀伤力巨大的早餐。咱们接着往下说。第4名，炸糕。很多叔叔阿姨、爷爷奶奶特别爱吃炸糕，觉得炸糕是传统老点心，用料实在，里面有糯米、红豆沙、白芝麻，看着干干净净，营养丰富，吃起来软糯香甜，外酥里糯，比油条顶饱，比油条好吃。很多人早餐吃2个炸糕，觉得既解馋又顶饱，一举两得。可我跟你说，炸糕的危害比油条隐蔽的多，持续的多。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升糖速度太快，快到什么程度？比白糖、比糖水、比精米白面还要快得多。而且糯米这种东西粘性特别大，特别难消化，老年人肠胃弱，消化能力差，吃2个炸糕半天都消化不了，再加上油炸，热量高的吓人，油脂裹着糖分全往血管壁上贴。我见过不少中老年人，早餐吃2个炸糕，不到1个小时就开始犯困，没精神，头晕、心慌、口渴，想喝水。其实这就是血糖飙升太快，又快速回落，血糖过山车带来的反应，血糖忽高忽低，最伤血管，最伤胰岛。胰岛长期超负荷工作，慢慢就会功能下降，胰岛素分泌异常，时间久了，血糖不稳，糖尿病找上门，血管内壁长期被高糖刺激，慢慢变硬变脆，微循环变差。最近这几年，营养科医生反复提醒，早餐如果长期高糖加高油，身体代谢会越来越乱，越来越差。很多人总觉得自己只是胖了点，肚子大了点，没什么大毛病。其实内脏脂肪超标，血脂异常，血管损伤早就悄悄形成了，只是你没感觉而已。等有感觉的时候，已经晚了。第3名，葱油饼。北方的叔叔阿姨最熟悉大街小巷，小区门口、菜市场旁边到处都是卖葱油饼的。刚出锅的葱油饼，金黄酥脆，香气扑鼻，老远就能闻到香味，排队买的人特别多。不管老人小孩，都爱吃，咬一口，满嘴油香、葱香，吃一个顶饱，一上午都不饿。很多人觉得葱油饼就是面粉加葱，家常又健康。可葱油饼的核心危害根本不只是油多，而是油加精白面的致命组合。精白面本身升糖就快，再加上大量猪油、植物油，反复用的老油，吃完以后血液里甘油三酯立刻飙升，升得特别快。很多人早餐只吃葱油饼，不配蔬菜，不配鸡蛋，不配牛奶，什么营养都没有，全是高碳水、高脂肪。一整个上午身体都处在高碳水状态，血糖忽高忽低，身体只能拼命分泌胰岛素来处理这些多余的糖分和油脂。长期下来，胰岛素敏感性越来越差，身体代谢越来越慢，人越来越容易胖，肚子越来越大，腰围越来越粗。很多人40岁以后查出脂肪肝、高血脂、高血压，平时也没暴饮暴食，也没乱吃油腻，就是早餐常年吃葱油饼这种隐形高热量食物，一点点累积出来的。还有一个特别容易被忽略的问题，很多小店为了让葱油饼口感更酥脆、更好吃，会加入大量起酥油、人造黄油。为了节约成本，
用的油都是劣质油，反复高温使用的油，这种油里有害物质特别多，长期吃直接损伤血管内皮，让血管壁变得粗糙，容易堆积斑块。很多人去体检发现低密度脂蛋白偏高，血管有斑块，想破头都不知道原因，其实答案就藏在每天早上那一张香喷喷的葱油饼里。第二名，甜豆浆。很多人听到这里肯定特别意外，因为豆浆在大家心里一直是健康早餐的代表，植物蛋白，营养丰富，温和养胃。很多人觉得喝豆浆比喝奶茶、喝饮料健康100倍，早餐喝一杯豆浆，健康又安心。可问题从来不在豆浆本身，而在甜豆浆。现在外面早餐店卖的豆浆几乎全是甜豆浆，为了口感好、甜度够，加了大量白糖、糖浆。一杯甜豆浆含糖量高的吓人，甚至比一罐可乐的含糖量还要高。很多人早上一杯甜豆浆配2个包子、1个烧饼、1根油条，一顿早餐下肚，糖分直接超标，血糖瞬间飙升到很高的水平。现在的人活动量越来越少，吃完早餐直接坐办公室、坐家里，一坐就是半天，根本不运动，糖分消耗不掉，就会转化成脂肪堆在肚子上、内脏里、血管壁上。长期高糖饮食对血管的伤害一点都不比高油差。血糖频繁波动会让血管内壁长期受到刺激损伤，时间久了，血管慢慢变硬变脆，失去弹性，手脚冰凉，头晕，记忆力下降，微循环变差，全是这么来的。而且很多人不知道，甜的饮品最容易让人忽略摄入量，吃2块糖你会觉得甜，觉得腻，不敢多吃。可喝一杯热乎乎的甜豆浆，你一点都不觉得甜，不知不觉就喝下去很多糖。尤其是冬天，一杯热乎的甜豆浆下肚，浑身暖和，很多人还觉得养胃舒服，心里美滋滋的。可你不知道，这种习惯坚持10年、20年、30年，身体代谢压力巨大，血管被糖泡得越来越硬，越来越差。等年纪大了，各种毛病找上门，后悔都来不及。终于到了第1名，也是最可怕，危害最大，家家户户天天吃，老人最爱吃，年轻人肠胃不舒服也爱吃，几乎没人觉得有问题的早餐组合，白粥配咸菜。这个组合实在太常见，太普遍了，很多老人一辈子就爱这一口，觉得白粥清淡，养胃，好消化，不油腻，咸菜咸香下饭，配白粥刚刚好，简单又省钱，是天底下最安全、最养生、最舒服的早餐。年轻人熬夜，肠胃不舒服，没胃口的时候也爱喝一碗白粥，配点咸菜，觉得暖胃舒服，能缓解不适。可我今天要跟你说一句掏心窝子颠覆你认知的话，白粥配咸菜是血管的慢性毒药，天天吃，顿顿吃，年年吃，吃1天伤1天血管，吃10年，堵10年血管，几十年吃下来，血管迟早出大事。咱们先说白粥，白粥是精大米熬出来的，熬得越烂越稠越软糯，升糖速度就越快。快到什么程度？喝一碗浓稠的白粥，血糖半小时内直接冲到很高的水平，空腹喝吸收更快，血糖飙升更猛。很多老人早上空腹一大碗白粥，喝完没多久就觉得饿、心慌、没力气，其实就是血糖升得快，降得也快。血糖过山车，折腾血管，折腾胰岛。白粥里几乎没有蛋白质，没有健康脂肪，没有膳食纤维，全是精致碳水，营养单一的可怜。长期喝，饱腹感特别差，不到2个小时就饿，上午忍不住吃饼干、点心、水果。零食全天热量超标，脂肪越堆越多，肚子越来越大，内脏脂肪超标，血管壁脂肪堆积，血管越来越堵。很多老人喝了一辈子白粥，身体越来越虚，越来越瘦，没力气，精神差，血管硬，血压高，根源全在白粥上。再说说咸菜，这才是真正要命，真正伤血管。
真正伤肾。真正诱发高血压的元凶，传统咸菜，不管是萝卜干、榨菜、酱菜、腌菜，含盐量都高得吓人。一小碟咸菜盐含量直接超过成年人一天推荐摄入量，长期高盐饮食会让血压忽高忽低，波动剧烈，血管长期处在高压状态，血管壁变厚、变硬、变脆，容易破裂、堵塞，还会加重肾脏负担，伤肾损肾。咸菜腌制过程中亚硝酸盐含量偏高，长期吃不仅伤血管伤肾，还会刺激肠胃，损伤胃黏膜。很多老人一碗白粥配一整碟咸菜，几十年不变，吃得津津有味，觉得下饭，殊不知盐摄入严重超标，血管压力巨大，肾脏不堪重负，年纪大了高血压、肾病、血管硬化、脑梗、心梗，样样找上门。白粥加高盐咸菜，看着清淡、简单、健康，实则是高糖加高盐，双重伤害血管，天天吃，顿顿吃。几十年不换，血管不硬、不堵、不出问题才怪呢。我给你讲一个我身边的真实例子。小区里一位72岁的阿公，一辈子不抽烟、不喝酒，晚饭吃得很少，清淡简单，作息规律，早睡早起。可去年体检查出血管硬化、颈动脉斑块，血压偏高，血脂超标。家里人都特别意外，觉得阿公生活习惯这么好，怎么会这样？我仔细问了阿公几十年的早餐，阿公说，从年轻到现在50多年，每天早餐雷打不动，一碗白粥，一碟咸菜，偶尔加个馒头，从来没换过，从来没吃过别的。你看，就是这么普通，这么常见，大家都觉得安全健康的早餐，几十年如一日，慢慢把血管熬硬、熬堵、熬出毛病。很多人都这样，总觉得小事无所谓，习惯改不了，老样子最舒服。可血管损伤从来都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，都是日积月累，一点点累积出来的。等你感觉到头晕、胸闷、心慌、手脚发麻、走路没劲的时候，血管损伤已经很严重了，再想补救难如登天。很多人总觉得血管问题、三高问题、心脑血管病都是吃大鱼大肉、熬夜喝酒、生活不规律造成的，其实真不是。最伤血管、最容易被忽视，危害最持久的是你每天重复吃、习以为常，觉得最安全、最清淡、最养生的早餐，油条、炸糕、葱油饼、甜豆浆、白粥配咸菜。这5种早餐不是偶尔吃一次就会生病，就会伤血管，而是长期、天天、顿顿、几十年吃，一点点损伤血管，一点点堵塞血管，一点点埋下慢病隐患。等到中年以后、老年以后，各种毛病全找上门，你后悔都来不及。人到中年以后，身体机能慢慢下降，代谢变慢，血管弹性变差，经不起折腾，经不起伤害，早餐再也不能随便糊弄，随便对付，怎么省事怎么来。别再觉得早餐吃饱就行，清淡就安全，老习惯最舒服。真正的健康从来都不是靠药、靠保健品、靠补品，而是藏在每天吃的每一顿饭里，尤其是早餐。血管的寿命决定人的寿命，早餐吃对了，血管年轻有弹性，通畅无阻，人就精神硬朗，少生病，长寿。早餐吃错了，血管老化，变硬变堵，脆弱不堪，人就容易生病，没精神，走得早。我今天跟你讲这么多，不是为了让你害怕焦虑，而是为了让你重视醒悟改变。从明天早上开始，改掉几十年不变的坏早餐习惯，少吃油炸，少喝甜饮，少喝白粥，少吃咸菜，早餐多吃鸡蛋、牛奶、杂粮粥、全麦馒头、蔬菜，简单调整，坚持下去，血管就能慢慢变好，变健康，变年轻。健康从来都不难，难的是改变老习惯，坚持好习惯。别等身体垮了，血管堵了，毛病找上门了，才想起养生，才想起保护血管，那时候一切都晚了。关于血管最怕的这5种早餐，你平时常吃哪一种？
家里的老人早餐都吃些什么？有没有几十年不变的老习惯？欢迎在评论区跟我说说你的看法，说说你的经历，也可以把这条视频转发给家里的老人、亲戚朋友，让他们别再吃错早餐，保护好血管，健健康康，平平安安过好每一天，身体硬朗才是最大的福气。你说对吗？